来到东京的家。首先呢，这一区就是大家在 vlog 常看到的客厅区，客厅算是蛮挑高的，所以这里的采光非常好，也因为这样非常的热。大部分大家看到的家具其实都是从台北的家运来的，沙发、茶几、投影机、地毯是在这里买的，它就是 IKEA 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最新的好朋友是这棵树，是我前几天才在无印良品找到的。我觉得最理想的大小跟它的形态，找了应该有8个月吧。就我们刚搬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有一棵树在家里，就跟之前在台北一样。然后我就找了很久，终于找到这一棵。现在就蛮常坐在这边，但是我的 cozy corner， 这边就是看杂志啊、看书、放空，就会在这里。树的旁边还有这个，我是直接把它贴在这个框的上面，就可以打开。这里也还有我收藏的拼图，然后这是 Apple 的 HomePod。沙发放在这里，是因为这边的对面就是厨房，这样子的互动感是我最喜欢的。因为如果在这边的话，等于我是背对厨房这个方向，所以我就觉得没有这么理想。沙发对面这一区呢，就是我放比较多我的摄影书、杂志，几乎都是我收集了4、5年了吧，一路从伦敦到台北到东京，我的爱书们。然后还有上支影片有介绍过这本黄色的小书，有时候晚上我就会这样。这古董行李箱里面依然是放了我的桌游类的，投影看影片的时候就是投在这个墙。这个凳子下面是藏了我们的 Switch， 打电动的都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是门档，是从台北带来的门档，但我们发现我们日本的家全部都是拉门，所以根本用不到这个，但是还是觉得它很可爱，就放在这了。沙发对面这边就是厨房跟餐桌区，餐桌跟这2张椅子，透明跟绿色这一张都是在 IKEA 买的。上面是一个太空船，它是一盏灯，它其实是儿童房的吊灯，在展览红近看的时候，它的质感其实没有这么好，可是平常也就是远远看，所以觉得还行，还是蛮可爱。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厨房的其中一个点是，整面都是收纳柜。餐盘、杯子都是收纳在这里，这边就是零食区，然后最后面就是一些资料，就可以收纳得很干净。然后这边就是大家熟悉的 coffee station， 就是从台北用到现在。然后这下面我会放一些我的保健品啊，很爱吃的叶黄素、胶原蛋白，全部都收在这下面。我们在宜得利买的一个所有的酱料都可以收在这里，垃圾桶跟回收的也都在这里。这个角落呢也是 IKEA 的，我们就放我们的气炸机、气炸锅。我的水果也放在这里。我很喜欢这个厨房的一点是，这里有个窗户，我在煮饭的时候，那个油烟可以比较快散去。这边也全部都是收纳柜，放那些锅碗瓢盆、清洁的用品就会放在这里。我们很爱吃的意大利面跟饭，我就把它收纳在这里。它这里还放了一个小植物，觉得超可爱的。厨房这边转过来就是。其实就是很 typical 的日式厕所，转过来泡澡的浴室间，它可以有开暖气、换气、干燥，所以有时候冬天的衣服比较难干的话，我们就会放在这边烘干。然后这个是我平常在这边化妆的话，我就会把它手机连在这边，可以听一下音乐，然后看一下影片。然后这个抽屉也是无印良品的，我觉得它真的很赞，它是有滚轮可以推的，这边就是会放一些我现在正在戴的饰品啊，有的没的。然后这个小电风扇是化妆的时候，有时候很热就会开一个小电扇在这。我所有的化妆品、保养品也都是在建柜里。我也蛮喜欢浴室是有窗户的，这边就是 IKEA 的，有放一些我的保养品的备品，这里就是放我的贴身衣物，因为我的衣橱在楼下，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跑来跑去。如果是新朋友的话，可能会想说，为什么厕所旁边有一个楼梯？它就是通往阁楼的道路。这里还放了一封之前远距离我先生寄给我的信，把它挂在这里。阁楼
在就是长这样，大概是155公分，然后这个大小其实就是一个单人房的大小，就是会当客房。如果有朋友要来借住1、2天的话，这里就可以给他们睡。嘿，然后我很喜欢从阁楼看下去的风景，我们的3个国旗。啊，对，这边才看得到扫地用具 Dyson 就放在这儿，然后这是我们的 Kettle 气泡水机，抽油烟机上面还放了2个酒杯，它就是这么陡。然后2楼这边还有一个逃生窗，只有这个是能够完整敞开的。如果我们要逃生的话，就是从这个窗户跳出去。我很常就是在这个角落。下楼这里第一个橱窗呢，这也很像荷兰的那个红灯区的那个大橱窗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小花瓶，到现在都还是很喜欢。这个是个沙漏，经过的时候就这样看它在那边滴，就觉得很疗愈。第2个橱窗这里呢，一些我的蜡烛、植物啊，小玻璃罐就是放一些纸条。这里有一个还没有放进去，我想说贴在这里也是蛮可爱的。转过来有2幅，这个就是我小时候10年前染了一头金发，然后我自己剪的刘海，我就留到现在。这个是我之前的巴黎室友画的我，他是一个插画家，也有个快10年了吧，我很喜欢，我就留到现在。在楼梯这边还藏了一幅柠檬，这也是我好久以前画的。进入卧房之前呢，因为这里有镜子，所以我就把我的饰品就放在这里。然后为什么这里会有洗手台呢？是因为对面这里有一间厕所，蛮喜欢它这个设计。你这样不太知道里面有没有人，看它这里左上角有一个小洞，你就知道现在灯亮是有人在用。这个厕所就是我先生在用，我很少会用这一间，除非半夜尿急的时候才会来上。楼上那间是我在用，必须要有1人1间厕所。转过来这里就是房间我就是依然越简单越好。这套床组我之前有拍过介绍过，放在 Instagram 上，大家可以去看。银粉色跟这个奶白色我超喜欢的，枕头套也是有4个颜色吧。这里还有一台投影机，比较旧的，所以我放在房间，就睡前有时候还是会看一下。床头柜这里就是有放我的日记跟电子书，睡前你可以看一下。这里还有一个露营灯，它算是我们睡觉的夜灯。有时候我半夜想要上厕所的时候，不想要开大灯，我也会拎着这个去上厕所。然后大家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应该就知道我在 Vintage Shop 找到这张小凳子，我超级开心的。有时候我就在这边烧个线香。我很喜欢这个地毯，也是在 IKEA 买的，还蛮大张的，就是整个床底下都是。这边就是整面墙的衣橱，大家看我之前的 vlog 应该都很了解，就我有3/4，然后最角落这一块是我先生。从房间出来呢，这里就是大家熟悉的 OOTD 拍摄区，平常就是会在这里拍穿搭，也蛮多人问我的，它就是 IKEA 的。然后这里有一幅就是我拍摄那一天到现在我的桌布都是这一张，可能有3年吗？我们的合照，这个也是我把相机架在树上的定时自拍照。拍照区转过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区域，我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创作。然后我先生的话就是在靠窗的地方。平常剪片、写日文作业都是在这里，他有整理过的，平常不是长这样子，是他自己组装的键盘。这里有几幅画。故意放到的世界地图，这个还蛮新的。最近我生日，我先生写给我的生日卡片，然后这是我们去釜山拍的拍贴机。这个是我第一次写50音的时候练习的，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好像在画图哦，可能像外国人写 ㄅㄆㄇ 的感觉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把它框起来。这个推车就是放了一些我的底片机的东西，我现在比较少拍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就放在这。然后我的手机壳什么都，然后一些有的没的小东西，所有的镜头啊、器材啊，有的没的都在这2个。大家应该想说，我这摄影师器材也太少了吧？没错，我现在就是已经很知道我的习惯，所以我就只留下最真正适合我的器材们。这个升降桌也是我们从台湾运来的，我很喜欢全黑的工作桌，因为它就是有一种把我整个
吸进去的一个沉浸感。因为如果是白色、浅色的桌面，我就会觉得很容易分散我的注意力，所以我就很喜欢用黑色的，然后也有一种比较帅气的感觉。工作间这里也有一个储藏间，所以收纳还算蛮够的。你想，我最近很喜欢坐在这里。因为呢，我们家楼上很热，蛮多时候我们只会开工作间这一台冷气。如果门打开的话，这里的空气都还是比较凉爽的，打电脑啊、看书啊什么的。最新的 Cozy Corner Spot。最后就是我们的玄关区，大家应该也蛮熟悉这一块区。玄关区这里很常被来拜访的朋友说，很像是我的更衣间。这个是结婚纪念日，因为我每次都会忘记是哪一年哪一天，我就特别放了这个月历放在这里。这边主要就是我的鞋子区，这2格是袜子，最近收到的植物，超级喜欢的。我很常穿的衬衫，我就先挂在这里。这边放了一个哈哈键，然后如果衣服比较多的话，就会把它盖住。但是你在翻衣服的时候就，看到这个就觉得很 cute。再过来这里，我基本上所有的包包都在这里了。我帽子也都挂在这下面，它是有一个 rack， 大的雨伞也放在这里，上面就是比较冬天的靴子啊、鞋子。最边边这里，出门前会需要的东西，上面就是野餐垫，收纳所有的帆布包，因为大家应该也都是超多帆布包的吧，我就把它们全部收纳在这里，因为这样离大门最近，就要出门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捞一个。大门看过去是长这样子。这里还有我的爱车，转过来这里挂了一个小扫把跟我的帽子。这就是这次的东京 House Tour， 希望大家看得很满意。如果有什么东西我没有分享到，你们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在留言跟我分享。不要忘记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然后下次影片再见喽。